长公主，你当真要弃纲常伦理于不顾，杀去你的至亲吗？素荷，没想到你是如此悖逆的女人，我真是瞎了眼娶错人了。闭嘴！你与我的驸马私通我公主府里的财物，甚至为了想当上正房，与我这皇上弟弟里应外合，查找我的公主府，这些肮脏的手段，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姐姐，你还记得父亲母亲去世前说的那些话吗？我走后，你兵权在握，记住，不可与你弟弟手足相残。好姐姐，你可别怪我，这至高的皇位只能由我一个人做的。你这种性格呀，只要挚爱至亲的几句话，你就会乖乖把你的一切双手奉上。是你该死啊！道德可真是约束你最好的东西了。也是，一个不会下蛋的妻，要不是为了她长公主身份，哼，我早就休了她。你们去死吧！我呸！这个女主苏荷怎么是个不折不扣的圣母恋爱脑啊？都坐拥40万大军了，还能让皇帝弟弟、驸马丈夫给欺负？这连一个丫鬟都能骑到你头上，真他妈气死我！不看，睡觉。公主殿下，求你成全我和驸马爷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还怀了驸马的孩子，求你饶过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吧。我去，这一笑给我干哪儿来了？好熟悉的开头，这不是我睡前看的那本小说吗？看我的打扮，应该就是公主府的幕僚。这货应该就是长公主的丈夫，那位凤凰男驸马爷了。素荷，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我与婴儿是真心相爱，况且她怀了我孩子，若你真心爱我，就应该允许她做我的特使，并诞下这个孩子。你们居然敢私自苟合，不知廉耻！哎，公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贵为长公主，就应该知书达理一些。人家是真心相爱的，你怎么忍心拆散别人呢？不错，婴儿姑娘还有孕在身。可惜了，按照原文的走向，这伙人一起哄，长公主很快就会妥协。到时候公主府被他们背刺查抄，我这谋士不得跟着一并下狱啊！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不能这么心甘情愿的沦为阶下囚啊！恭喜宿主绑定最强毒式系统。系统？当前主线任务：贡献毒剂，帮助苏荷解决掉婴儿逼宫的麻烦。行了，你就同意了吧。闹这么一通，还想和离不成？里外丢了面子，多不值当啊！好吧，我等等，林幕僚，你有什么事吗？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跟长公主在这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识相的就滚远点儿！鄙人作为长公主府的幕僚，自然平日要担当起出谋划策的责任。现在的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公主殿下，鄙人有一计，倒是可以解燃眉之急。你有什么法子？驸马爷口口声声说婴儿姑娘怀了他的孩子，但关键是他也没有办法证明这孩子就是他的。要我说，是你的。哎，不是我，那就是你的。哎，你可别污蔑我，我警告你，你怎么说话的？我建议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婴儿姑娘的肚子拿开，把孩子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和驸马爷长得一样，不就完了？这真的是人可以说出来的话吗？剖腹取子，亏你想得出来。那如果这孩子真是陈驸马的呢？那简单啊，那就直接再塞回去不就完了？不是，这个东西还能塞回去的。
公子，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我害怕。此人在此哗众取宠，简直就是妖言惑众。这林先生是父皇留给我的谋士，他既然提出了这个想法，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妨先听一听。检测到宿主贡献毒剂，可以触发技能诡变，但这条毒剂并不完整，需要宿主进行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也就是说，宿主需要多说几句话来丰富一下自己的计谋，就像是论点需要论据，但宿主可以畅所欲言，无论说得多离谱，系统都会自动帮您在长公主脑中合理化。目标为接近长公主，获取信任。哎呀，早说呀，简单。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哎，行吧。哎，在当今这个时代，孩童3岁学诗，5岁诵经，7岁就开始找先生上学堂。为日后的科举做准备，那些名满天下的文人才子，哪个不是年纪轻轻就天赋异禀？驸马爷，若想成为父亲，想不想你的孩子也是名满天下？想倒是想，不，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婴儿小姐现在怀胎5月，现在就把孩子拿出来，不仅可以证明这孩子是你的，而且还可以让他提早来到这个世上。别人的孩子10月降生，你的孩子5个月就生下来了，直接少走一半弯路啊！你放屁！怎么会是放屁呢？你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强一半，别人的孩子3岁学诗，你的孩子2年半就可以了啊！这小子脑子是不是傻了？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当谋士了？就是，长公主要是采纳他的计谋，我当场吃屎！来人，把这个疯疯癫癫的小子给我拖出去！如今长公主府乌烟瘴气的，跟你们这群人也脱不了关系。恭喜宿主，诡辩条件达成，现在开始在苏荷脑中合理化您的建议。我呸！你还知道她是公主？我告诉你，先有她为公主，才有你为驸马。你的一切尊荣地位，那都是她给的。既然我作为长公主的幕僚，就容不得你们如此轻贱她。谁要是欺负长公主，就先从我身上跨过去。他好像是真的在为了我好。恭喜宿主，已经获得长公主信任。哎，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等等，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做。苏荷，你要不要听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但是我就是觉得林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想按照他说的来。来人，林先生，你没事吧？居然这么漂亮！谨遵长公主口谕。这苏荷可是深得先皇宠爱，又是先皇后唯一嫡女。哎呀，一看就知道，这2个侍卫应该是全大楚最精锐的部队虎豹骑出来的呀。公子，妈的，我还在这儿呢！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撒野了？驸马，阻拦我们执行公主的命令，杀无赦！等等，不就要证明这孩子是我的吗？我有办法，不用匡扶也能证明这孩子是我的。婴儿自记事起，一直都在长公主府内的家丁，从未与他有过同房，除了我，所以这孩子不自然而然就是我的吗？是啊是啊，在座的男丁都可以作证，我与他们从未有过继父之情，这孩子就是我跟驸马爷的。是啊是啊，我能证明。我也发誓，我绝对没与婴儿小姐同房。不错，这么看这孩子应该是驸马的。这且慢，那我觉得婴儿姑娘的孩子有可能是我的。你胡说！我今日才第一次见到你，你为何要……实不相瞒，5个月前，也就是婴儿姑娘可能怀孕的时间，那天晚上我实在是懒得用手了，于是便趁着陈驸马上半夜离开，我后半夜趁机溜了进去，与婴儿小姐有了一夜温存。当天晚上没有点灯，婴儿小姐便将我认成了驸马。婴儿小姐当天还夸我没有阳痿呢。哎呀，妈的，你骂谁阳痿呢？以上所言如有虚言，天打雷劈。既然如此，那就按林先生说的做。殿下，眼不见心不烦啊。
哎，你怎么下的手？是那块吗？杀猪呢？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婴儿姑娘怎么死了呀？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公主，是我学艺不精，请公主责罚。哎呀，长公主，不要紧。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像记错了，我没有跟婴儿小姐通过法。那这孩子应该是驸马爷的。不是，我杀了你！你不得好死，天诛地灭！哎，多谢夸奖。来人，把这摊东西给拖出去。你们以为收拾干净就可以掩盖你们的罪行吗？对不起，我简直就是仗势欺人啊！哪有你这样的人？当众虐杀丫鬟，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恭喜宿主解决婴儿逼宫，毒市值+3。当前主线任务：贡献毒剂，解决这些指责苏荷的下人。任务奖励：毒市值+3。看到各位都在为婴儿抱不平，在下实属欣慰。那在下建议，所有人都送去黄河挖河道，那里环境艰苦，民不聊生，正是需要各位心地善良而且也不怕死的人去奉献，去牺牲啊！这办法，公主，您宅心仁厚，主动为大家安排这么大好的一个前程，简直就是知人善用、慧眼识才的当代楷模。驸马爷，驸马爷，救救我！这个是你安排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长公主，小人知道错了，求求你饶了小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拉出去。走，走。驸马爷倦了，送他回去休息吧。林先生，真的要把他们送去黄河修河道吗？我看他们不是很愿意。哎呀，殿下，您这就有所不知了，他们明显就是喜极而泣呀，终于可以为了伟大的修黄河事业献出心脏了。啊不，献上生命。可是修河道很容易丧命的，一路颠簸，我怕他们……哎呀，公主放心，您全权交给我处理，相信我的为人，我一定会好好带他们的。即便是去修黄河，也一定会安排他们最安全的岗位。好吧，那就把此事交给林先生了，我相信你会善待他们的。什么？我这一车可都是公主府的下人，高级奴隶，就值50两银子。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这是行情。送人去黄河挖河道，一个人1两银子。你这45个人，我已经看在公主府的面子上，多给你5两了，其他的一个也没有。不是，哎呀，你看这一个个膘肥体壮的，能干活的紧啊！而且，他们愿意干最危险、最苦、最累的活，都这样了，还不能再涨点吗？啊！可是50两已经……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搞价格呀？这些下人是从小和我一起在公主府长大的，这都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得加钱。林先生啊，林先生，我找遍了公主府都没找到您，幸好在这碰到了。对了，我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公主尽管提。昨日我三弟武安侯带兵出征北下，我今日打算去鸡鸣寺为我大军祈福。公主说要去哪儿？妈的，这出英雄救美，完全就是这孙子的自导自演。他一个皇子秘密潜入大楚，接近苏荷，就是为了获取楚夏之战的机密啊！这份机密泄露，可是直接导致了武安侯后来的溃败，苏荷失去权力，公主府被查抄。不行，绝对不能放任此事发生。
检测到苏荷即将步入魔瑶的圈套，主线任务请宿主贡献毒剂，避开这一切。任务奖励3毒试值。怎么？莫非是我这祈福的安排不合理？不，公主有所不知啊，既是祈福，则需严阵以待。这出征打仗可是大事儿，您说若是求到一个下签，那可如何是好？这若是求到一个下签，便也是天意了。不，我觉得这求签呢也是一门学问，最需要以理服人。怎么个以理服人法？我建议带上3000铁甲，一并前往鸡鸣寺。带兵去寺庙，这是为何？公主，您先别着急，这求签无非2种情况。如若求得上签，那我们带3000铁甲过去，岂不是口口相传？这军中将士们每个人都知道，公主为出征求得了好签，是上天眷顾我大主。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若是抽到了一个不好的，如果他不给我们一个好签，那说明这寺庙的神明他不明是非，对我们的王者之师他不庇佑，那这寺庙也没必要办下去了。林先生，您确定要做到这个地步吗？公主，你就相信我，这件事儿它百利而无一害啊。只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这样。大哥，我们真要在此打劫长公主啊？那当然了，洪公子都吩咐过了，让我务必把公主逼入绝境，她好出来英雄救美，钱都付过了。可是她是长公主啊，我们能打得赢吗？瞧你，一天到晚净操心点没用的，她就上山祈个福，还能带一整支部队上来。大哥，公主来了！兄弟们，我们上！今天就让公主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上！走！啊！这公主府的护卫也是华而不实啊！才雇了几招，就死的死，残的残。哼，行了，跟一个妇道人家没什么好计较的。不过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像公主这种漂亮的女人，倒也还没见过。来啊，把人给我从马车上拉下来！这么国色天香的美人，今天让大家也开开眼。就是。行事如此顺利，看来是我高估了你，长公主。既然知道是长公主的车下，还敢冒犯，各位胆子不小啊！你是什么人？敢坏我好事？我是长公主的幕僚林毅。行了，一介书生，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再敢耽误老子时间，别怪老子刀剑无眼。长公主，是你自己滚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滚出来呀？滚出来！滚出来！林先生，要不……林先生，我听你的。行了，各位，事已至此，不如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就凭你们几个想面见长公主，还不够格。哼，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你觉得你有几个脑袋？我他妈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你们跟长公主作对，还敢这么嚣张？你们有几个脑袋？妈的，当初就不应该听这个小子的话，不仅让公主陷入困境，如今还搞成这个局面。林先生，让开吧，现在让我出去，或许事情还有一线生机。怎么样？今日你们就是案板上的鱼肉，让我宰割罢了，还守着那什么老身子公主的名头，当真是不要命！那又如何？真以为杀了几个侍卫就了不起了？我知道了，你们几个废物不会是想找死，才来跟我们长公主下手吧？奶奶的，老子给你脸了，兄弟们，动手！哼！
姑娘莫怕，有我在，绝不会让这些山贼伤到你分毫。等的就是你，兄弟们，动手！这什么情况？你们是土匪啊，想打劫长公主？误会，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呸！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可是都听见了，赶紧老实交代，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兴许爷爷高兴，还能放你一条生路。我都说，这爷都是他，我们就是收了他的好处，他让我们在此处埋伏，绑架公主，对，到时候他来打败我们，然后英雄救美，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了，完了，没了。不是，你们都办的什么活？你不是大哥，你要是说清楚，公主出来祈个福，带3000铁浮屠开路，这活打死我也不敢接啊！行了，少废话。你小子看起来鬼鬼祟祟，一看就是和土匪一伙的，一起抓起来，送去黄河挖河道。哎，等等，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敢抓我？我他妈管你是谁，在老子这儿都是1两银子一个。好在我武功高强，轻功卓越，你们是抓不到我的。哈哈哈哈哈！哎，我算你个狗吃屎！癞蛤蟆会蹦几下，就敢说自己会轻功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哎，还莫欺少年穷！老子现在就杀了你！既然你嘴这么硬，直接把他丢到黄河里喂鱼。是。大侠，饶命啊！我什么都说了，饶命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成功帮苏荷避开圈套，读市值+3，解锁系统面板。姓名林毅，年龄24，读市等级1，读市值9/30，技能诡辩，贡献出的毒剂不管有多离谱，都会被公主自动合理化并采用。这系统面板还真是够简单的，到现在也没个什么实质性奖励。不过，一个人1两银子，100个人就是130两。林先生，你先劝说我带上军队，现在要安排几个侍卫随车而行的样子，难道你早就知道？哎，没什么，不重要。公主殿下，我们还是赶紧去鸡鸣寺祈福吧，要不天色晚了，山路不好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主事啊，你们这儿的大佛懂事吗？简直无礼！哪有问大佛懂不懂事吗？我的错，我的意思是让你们这儿的大佛懂点事儿。我们公主求签的时候给个好签儿。简直是胡闹！求签就是求签，我们这里是清修之地，搞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你若是心不诚，就不要拿我们来寻开心了。哎，是。你看这事闹的，大佛不懂事，我懂事。施主，您算是找对人了，别说是上签，就是上签，我也能搞。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施主，您放心，贫僧定能让公主满意离去。交给你了。公主，请。林先生，我抽到了一条上签。哎呀，主持跟我说，这条签子10年难得一遇，看来是上天要保佑我大楚啊！一定是公主吉人自有天相，上苍降下的祥瑞啊！我去，妈的，这红瑶随随便便就撞进的地方，还真不好找啊！这里边是谁呀？
呀，这必是精品啊！哎，还是今日黄道上家呢。你看，一定是好东西。多谢各位看客今日能来捧场。我们魔灵斋在鬼市经营了100年，无论是诚信还是货品质量，那都是首屈一指的。今日我们一如往常开始拍卖活动。来了。接下来是我们第一件拍品。不是，今晚就这么个破烂啊？破烂？不，这可是鼎鼎大名的妖女，她天生邪力，靠着自己一个人屠灭了一整个门派。我知道他，前一段时间崆峒派灭门，好像就是他干的。崆峒派那么多武林高手，都没能对付得了他，实力不俗啊。没错，此女经脉独特，她从不练武，却拥有许多武林中人一生无法企及的功力。我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她擒获，已经钉穿了她所有的经脉，她已经无法制造惨案了。此等真物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宠物，或者是家禽。那倒也是，什么用？跟我那狮子斗一斗。哎呀，跟猛兽有什么好斗的？要我说呀，不如我那……好了，现在起拍价300两，每次加价不得少于20两。1000两。1000两，这么多钱吗？真有钱呐！1000两。哎呀，这怎么想？虽说是可以圈养的人形猛兽，确实珍贵，但这一来就花1000两，是不是挺不值得呀？就是啊，这钱不知道能买多少漂亮的西域舞姬呢。妈的，是啊，要不是我看过书，我甚至都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价格报太高了？这个妖女是整本书的女2号，后续成为了一个极好用的护身符，要不然我也不舍得拿半副身家来赌啊。1000两，还有人加价吗？这说才。那好，这位妖女就由这位公子拍下了。这位公子出手阔绰呀！啊，居然真的买了！1000两，这位兄台用1000两买一只母老虎抱回家养，你脑子莫不是坏了？哎呀，没准人家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呢，像个野兽一样，还不洗澡，这样交欢起来才更像禽兽一点。哎，说的是啊！这么说起来，我们还挺有人性的，最起码不像他们玩的那么花，是不是？来，赌一赌这个女的能活几天？我先来，半个月。你们2个狗男女，老子明天之前若不把你全家杀光，老子就不信你。你想死是不是啊？信不信我让你连这大门都走不出去？钟谬伯认识吗？钟谬伯陈川，倒是听说过，在长公主手下任职。钟谬伯是我爷爷，深受长公主爱戴，手握8000兵力。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一点吧。8000兵力？没错，只要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我倒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看来我们钟谬伯家的公子平日里没少欺压百姓，还整天带着这么一个骚货在鬼市里晃荡。知道的以为这是鬼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谋策。陈少，你看他呀，你要是今天不杀了他，我可不原谅你。奶奶的，谁能杀了他，奖金100两白银。不，你错了，虽然你没有办法杀我，但是我可有办法治你。就凭你有什么办法能治得了我？不过是动动嘴上功夫罢了，你算个什么东西？金统领，这位钟谬伯家的孙子说要花100两来买我的命，这算不算是刺杀朝廷命官呢？什么意思啊？现在此人身份还无法确定，但你这朝廷命官只顾着装逼了，忘了自己只是个幕僚了。行了，你先别管这么多，先想办法把他弄进监狱，我有1万种方法弄他。哎呀，大人，小人是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大人高抬贵手啊！你怎么跪下了？大人，小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冲撞大人您呐！那你若是多磕几个头，我错了，你就把我当个屁。
给我放了！大人，您看。行了，把他们拉走下狱。哎，大人，你不是说放了我吗？给他们安排一个好一点的牢房，回头啊，我亲自招待。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依我看，你们这些人，既然能来这魔灵斋，自然也都不是什么贫贱之人。那我们就有义务搜一搜，你们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不该带的东西？动手！这是哪里？你醒了，不要怕，不要怕，我对你没有恶意，是林毅救了你，托我来照顾你的。林毅，我好像是被一个男人拍下了。是的，公主府里没有下人，只能我来照顾你。要我说呀，林毅这小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随便出趟门就捡回来个这么漂亮的美人。你说的林毅，他现在在哪里啊？你先不要急，你这身子还弱着呢，先起来，把药给喝了，再洗个澡，换身衣服，等晚上吃饭的时候再见也不迟。这狗仗人势的感觉真不错，这不比我那1000两银子值钱多了。林毅，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竟然坐在这先吃上了。怎么了，公主？出什么事了？这不，昨天你让我照顾的那位姑娘已经醒了，上来吧，一起坐下吃饭。不是吧，这么漂亮？那当然了，我们小洛可是天生丽质，能醒过来就好。你伤得那么重，我还以为……罢了，都过去了，快坐下吃饭吧。今天的菜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民女上官洛，多谢大人搭救之恩。免了免了，我救你只不过是不想……哎呀，我就是纯粹的想利用你，所以你也不用感谢我。以后我的任何要求你都不要拒绝，听懂了吗？好，您随意吩咐，我什么都可以做。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行，那刚好，公主府现在一个下人都没有，杂物颇多。这顿饭吃完，你就把盘子刷了吧。公子，你就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比如去您的房间？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晚上去我房间，把我那几件旧衣服洗了。好，我记住了。林毅，人家好端端一个姑娘，伤还受着呢，你就吩咐人家做这做那的，你还是人吗你？小洛，你快坐，别搭理他。对了，看你也是大家闺秀，怎么会沦落到那种地方？公主，公子，其实我是武学世家，上官家的嫡女。上官家，武林中的上官家，他们家武学造诣极高。不错，但是家贼难防，叔叔设计害死了我的父母，我不得已逃出上官家。我被崆峒派收留后，门派却意外遭受了灭门之灾，凶手将一切罪责嫁祸给了我。我本想找寻一个公道，却意外被其挑断经脉，当作商品拍卖，才遇见了林先生。小洛，你放心，有姐姐在，以后没人敢欺负你。对了，林毅，光顾着高兴小洛醒过来的事情了，忘了跟你说，明天跟我去一趟鄱阳湖。鄱阳湖？去那儿干什么？柳兰儿邀请我去参加诗会，我想着在家待着也是无趣，便答应去看一看。柳兰儿，是她。苏荷的诗文能力本就一般，在没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写得非常差。当时许多文人与政客都在场，不仅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无才无德的名声也传遍了整个大楚。这件事不好办呀。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啊，不是，公主，这次鄱阳湖诗会排场不小，我记得是在一艘画船上办的吧？是的，那是柳兰儿家的船，先皇所赐，做工也是当世无双，能够容纳下很多人。说到当世无双，我倒是想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那就是公主部下的铁甲战船。前些年东洋水战，我大楚的铁甲船把东瀛那群倭寇打得哭爹喊娘，后来又在南阳与渊都大战，把他们的3万水师全歼，一战成名。虽然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你问这个干嘛？公主，我有一计。妹妹，外面风大，
为什么不进船舱里歇一会儿？柳中平，诗会还没开始，谁让你先上我的船的？你的船？这船是先皇赏赐给我柳家的，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了？只是祖母疼爱你，让你使用而已。等到你出嫁了，这船你可带不走。你行了，记住你答应我的事。你就非要和苏荷过不去吗？再说了，他对我挺好的。妹妹，只要你知道，想要为难苏荷的，并非是你我兄妹二人，而是当今陛下。为兄好不容易在陛下身边混了一个太子贤马的职位，不得为他排忧解难吗？再说了，陛下可是对他这位手握大权的姐姐无比忌惮。若你此次能让这位公主名声扫地，他日陛下重掌大权时，定然会对我柳中平刮目相看。陛下对你刮目相看，跟我有什么关系？错了，我是柳家的嫡子，他日平步青云，柳家自然也会跟着我沾光。你不想我好，你还不想柳家好吗？行了，我知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放心吧，妹妹，等到哥哥飞黄腾达了，定然给你找个好婆家。哼！哎，柳兄，你回来了。回来了，刚刚和我妹妹聊了会天。哦，你去见了兰儿小姐？当然，诗会这件事情，我妹妹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徐兄，待会儿我们按照计划行事。长公主能否颜面扫地，你我二人能否成为皇上眼前的红人，可就在此一举了。可是我们这样为难长公主殿下，若是她日后大权在握，会不会对我们？怎么可能？长公主此人懦弱无能，优柔寡断，是个人就能在她头上踩一脚。她这种婆婆妈妈的妇道人家，回去顶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哭。可是我听说长公主手中确实握有军权呐，像虎豹骑、铁浮屠都忠心于她，就连水军元帅关相都对她视如己出啊。水师又怎么？他总不能把那战船开到咱们这画船面前吧？小心！怎么回事？啊！变天了！这是关相元帅的铁甲战船啊！这玩意儿怎么会开到鄱阳湖来？这不是在战场上用的吗？哟，你们好啊！你是谁？为何驱使战船来此？啊，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林毅，公主府的幕僚。不是柳兰儿小姐邀请我们公主前来赴宴吗？为了彰显公主身份，就用了个拉风点的方式把她送过来。所以你们开10几艘战船过来，就是为了拉风？对啊，还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就是我的兄弟们虽然都是大老粗，但就是喜欢这种有文化的氛围。等等，你刚说你的什么门？兄弟们，都别害羞了，都别不自在，平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当成自己家就行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公主长脸，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哼！今天能在这里招待各位军人同胞，是我林毅的荣幸，也是长公主的信任。来，让我们一起感谢长公主。感谢长公主。敢问林幕僚，这诗会是我柳家发起，您为何坐在主位？你没看见我在这里宴请这些为大楚出生入死的将士吗？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儿啊？为大楚出生入死的将士？你刚刚不是说你是来找长公主殿下的吗？那请问他如今人在何处？他知道你们喧宾夺主、目无主家的吗？你说谁喧宾夺主啊？长公主在战船上小气，我们先替她下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了，我记得是柳兰儿小姐邀请公主来这诗会的吧？你又是谁？敢在这里自称主人？我是柳兰儿的兄长，也是这场诗会的发起者，我自然有资格请你们出去。你们这帮兵痞，想奈我何？啊，柳中平，听都没有听过，给我到河里违约。啊！你们是干嘛？这里是鄱阳湖，皇权交万天子脚下，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道理？一个幕僚登堂入室，公主府上的教养，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你们简直是放肆！你们有如此军队调度，难不成是想造反吗？把这个造反哥也扔下去。够了，林毅，在你眼里究竟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我兄长不过是与徐墨多说你两句，
你就差人把他们丢到湖里，你这是徇私枉法。哦，来人，把这个私刑姐也扔进湖里是吧？不，送到我房间里。你这个禽兽，你想干什么？行了，你去帮我做晚饭，顺便把我的衣服洗了。就这？不然呢？听说柳大小姐不仅是大楚第一才女，还烧得一手好菜，我馋这一口很久了。就只是烧菜和洗衣服，不做别的？你，对不起，我来晚了，没有耽误到大家吧？参见长公主。兰儿，你哥哥柳中平今天不也在吗？还有他跟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位很有才华的文人，好像是叫徐墨是吧？他们人呢？你问他，你知道？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在河里 cosplay 浪里白条张顺吧？不重要。柳小姐，也是时候开始诗会了，你来主持吧。诗会的流程很简单，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出题，在座士子以此题作诗，再一起选出其中佳作，拿到书铺拓印发行。哎，我觉得有些不妥。往日诗会都是如此，有何不妥？就是因为每年的诗会都是如此，所以才不妥。这么流于俗套，我觉得配不上诸位的身份。不如我来出题，也给大家一点新鲜感。也好，我看这窗外景色优美，不如就以这雨和河为题，大家各自作诗。时间差不多了，我看大家都已经写完了。柳兰儿小姐，接下来该怎么做？各位按照顺序依次读自己的诗就行，只不过要选一位公认写诗上乘的人来当第一个，由此也算博一个好彩头。那公认写诗上乘的有谁啊？按照我们原本的安排是新晋才子徐墨，只不过刚刚徐墨被林公子丢到湖里了，现在已经喝水喝到昏倒了。行啊，既然徐大才子喝太饱晕过去了，那这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就交给我吧。林先生也会写诗？鄙人不才，当年在进入公主府当幕僚前也是才名远扬。林先生当真会写诗？来，都听好了，今天天气还挺好，好多荷叶在洗澡，我在窗前想一想，送谁黄河挖河道？好诗，好诗啊！你觉得我这诗如何啊？这首诗的押韵的确是神来之笔，3个韵脚也写得如此铿锵有力。写诗这种东西一定要结合诗人的背景和经历来看。黄河挖河道没有足够的经历，怎能写出如此荡气回肠的句子呀？对对对，还有荷叶在洗澡，多么精妙的隐喻啊！借此表达豁朗的人生态度，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简直是千古名句啊！对，简直就是每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好，来，共饮此杯。怎么样，公主殿下，今日的诗会可否尽兴？没什么意思，你那诗写成这样，他们居然还一个个的叫好。没错，我故意写了那首烂诗，就是为了让公主殿下知道，那些文人究竟是多么虚假的一群人。平日里所谓的那些文人傲骨，真正到了危难时候，一个比一个软。
对于治国来说，这些文人从来都是不值得相信的人。那治国可以信武将吗？武将可以用，但最好也不要信。那林先生可以信你吗？可以，我会一直在的。那公主，最近陈驸马在做什么？李忠啊，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我们俩就分居了。他最近在府里也总是早出晚归的，平时我们在府里也见得很少，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想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哎，你找我过来什么事情啊？诗会虽然结束了，但和诗会相关的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2件事，这个柳家想要在诗会上为难长公主，你帮我去查清楚柳家最近和谁往来，捋清楚相关的关系，还有找个机会把那个叫柳忠平的给我杀了，不用在乎暴露。哎，可是这个铁浮屠只忠心于长公主，这一旦暴露了，整个皇城都知道了，是公主府杀的人。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柳忠平是公主府杀的，尤其要让皇宫里坐着的那位知道。想要对付长公主，没他想的那么容易。哎，等会儿，你今天叫我过来是2件事，第一件事是让我杀了这个柳忠平，那第2件事是什么？去把那艘画船给我烧了，太死气沉沉的，我不喜欢。好。小姐，水军和士人们都走了，您不走吗？小姐很喜欢这艘画船，每天在画船待的时间比在闺阁里都久。小姐，你怎么哭了？奴婢多嘴，奴婢多嘴。不是你的问题，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这艘画船。从它被赐予我时，我的生命就一起牢牢跟这个画舫绑在一起了。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奴婢愚钝，听不懂。从我那年的一手牡丹名动京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才女。同年，先帝把这艘画舫赏赐给我，我在船上召开诗会，汇集天下文人雅客。小姐说这些，奴婢有所耳闻。不只是你，整个京城都知道。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艘船被赏赐给我，并不是为了奖励我的才能。小姐，这话是何意？柳家需要一个才女，需要一个和文坛联动之人，而我就是柳家夹在文坛之间的纽带而已，一个可悲的不能拥有自己生活的纽带。其实这艘画船能够联动天下才子，只是因为它是先皇御赐而已。只要这艘船消失了，柳家诗会就不再有独特，小姐说不定就能逃出这深渊。你自己也说是先皇御赐，哪能那么容易就凭空消失？若真的有人这么大胆，只要他不被杀头，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嫁给他。小姐，什么情况？走走。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奉林先生的命令，过来把画船烧了。烧了！小姐，船没了，你获得自由了。是林先生，他救了你。可是林一，你这样做，我是要嫁给你的。我去，谁骂我了？骂你的人多了，要是有人骂你一句，你打一个喷嚏的话，那你这喷嚏10辈子都打不完。哎，滚滚！我发现你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对了，你为什么要让铁浮屠把画船给烧了？那船是先皇所赐，意义非凡。莫非你是在解救柳兰儿？哎，不是，说这玩意儿还需要理由吗？你什么时候见过土匪杀人放火还需要理由吗？对了，你还记得陈明吗？有点印象，那个在鬼市和我闹矛盾被抓走那个，提他干什么？他死了。什么？人已经死了，死因你也看见了。是咱们的人杀的吗？你的确吩咐过让我在监狱里把他宰了，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人还没动手，他就已经死了。好家伙，
竟然抢在我前面杀人，看来是要跟咱们过过招啊。不过我们的人调查到了一些相关信息，不仅陈明，就连他家整个中缪伯府的人全都被毒死，一个没留。所以你是说，一个伯爵家1天之内满门被杀，就连这个被咱们关在牢里的嫡子也没能逃过一劫？能有这种手段的人，就算在大楚皇都之内，也不超过10个。你觉得会是谁干的？这得看陈家做了什么。我猜他一定是和某位权势滔天的人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因为陈明和你有矛盾，锒铛入狱，他害怕事情败露，便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陈家上上下下的人杀了个精光。但事实上，我就是单纯的看陈明这小子不爽，并没有调查他背后的阿扎氏，他们做贼心虚。既然他们如此害怕，那咱们就不得不调查一下这陈家案背后的真相了。我们是公主府的人，受长公主命令接替你们大理寺，全面负责中缪伯府的案子。长公主的确权倾朝野，整个大楚多数军队都受她调遣，但你们仅凭这么一块令牌，便想全权接手这么一桩涉及多条人命的案子，恐怕不合规矩吧。况且，我怎么听说这中缪伯的嫡子陈明前些日子因为私仇被关进了公主府的监狱里，昨日也一并死在了狱中。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整桩命案就是你们做的？现在想接手这个案子，就是阻止我们大理寺继续往下调查。你们这是借着公主府的权力来堵我们的嘴。我们接手这个案子是通知，不是商量。如果你有意见，我不介意让铁浮屠教教你规矩。看来这毒早已浸透了五脏六腑。那你知道他们中的什么毒吗？食物中毒，但具体吃了什么，得从倒掉的泔水桶才能确定。糟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帮助苏荷规避了不少风险。小说里明明在后面灭门的事情，居然现在就提前发生了。不行，得想个法子应对才是。检测到中缪伯府灭门案的真凶会对长公主苏荷造成极大的威胁，请务必调查清楚此案，及时惩治凶手。任务奖励5毒试值。就算你再想查，这线索断了也没有用，除非你能找到真正懂毒的人。可就算知道是什么毒，也未必能找到是谁下的。要不然这样，现在调集周围的所有禁军，把整个皇都有能力造成中缪伯府案的人全部杀光。啊，林毅，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呢？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像是那种会开玩笑的人吗？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过中缪伯府47口人，能够在1天之内将他们全部杀光，而且事情做得悄无声息的，不超过10个人。咱们换个思路，把这10个人都宰了，不就等于制裁凶手了吗？古往今来，能够成大事的人，没有几个不是疯子，更何况只不过杀10个人而已，还够不上疯子吗？你知道这10个人在皇都之中权势有多滔天吗？他们的家族是名望多大的世家吗？权力的底色是暴力，再名门望族，再权势滔天，也不过是在赌桌上玩游戏而已。长公主手握40万大军，我们可是拥有直接掀桌子的能力啊！依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办。公主殿下，公主殿下，这些就是你说的将士们？不错，公主，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军事演习，把将士们带到城里来进行军事演习，通过抄家模拟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协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团结一心，激发大家的斗志。可是这么匆忙，这抄家的对象……长公主，这你可不用担心，
这皇都里面好几个权势很大的世家，因为心系国家，主动愿意提出扮演被抄家的角色的。那就好，既然如此，这件事一定要办得干净利落些，免得落人口舌。是。那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对了，同意抄家那几个世家是？是王谢两大世家的族长王后和谢承运，以及吏部尚书东方月、中书舍人崔禅和中丞蒋叔。这3个人是完全忠于长公主的，自然不会对公主造成威胁。还有这2个，平时和中缪伯家没有任何的交集和往来，因此也没有杀人灭口的动机。所以，你是说，抄家的对象就是这5个人？没想到这些名门望族也愿意参与其中，看来大家还是很和善的。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王谢两家是百年底蕴的老牌世家，东方月是文坛领袖，崔禅、蒋叔则背靠崔家和蒋家。看来这次抄家势必要斩草除根了。来喝茶。哟，真不愧是王家呀！随随便便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价值千金的猴魁，这种茶恐怕在宫里也不容易喝到吧？猴魁是珍贵，对于谢家来说，应该不是什么稀罕物吧？哎，对了，最近发生的事你们可有听说呀？哪方面的事？还能是哪方面？那肯定是公主府呗。那些事情怎么能不听说呀？铁浮屠剿匪，水军开诗会，公主府这位姓林的幕僚最近干的这些事情，桩桩件件，不可谓不轰动啊！诸位多虑了，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掀不起多大的风浪。贤侄，他可是公主府的人，先皇对长公主苏荷宠爱有加，死后更是将军队全都留给他了。还有追随先帝那些征战沙场的军机重臣，更是对苏荷视如己出。若是你觉得公主府不必担忧，那么皇帝在顾虑什么呢？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想当年先皇若是没有我们王谢两家的支持，他能坐上皇位吗？这大楚朝建立不过才100多年，我们王谢两家可足足有800年的底蕴。这话要我说呀，他公主府就算是胆子再大，也不敢把手伸到我头上来。可我们做事情还是要谨慎些。虽说暗地里我们倒向了那位，可是面子工程还是要做做，最起码不能让那位幕僚看出来。那姓林的再能蹦跶，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品阶，连台面都上不了的幕僚而已。他要真有本事，他能直接带兵抄了我家不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愿望，这我必须得好好的满足一下你们。竟敢私闯重臣府邸，小子，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是何人？怎么闯进来的？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跳梁小丑，这不带人来抄你们的家了。管家，人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闯进来，却没人通报？都是干饭的吗？行了，懂不懂什么叫愿赌服输啊？把他们都给我押进公主府的大牢，挨个审问。且慢，这位谋士，老夫想知道，我们没招惹你吗？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既是想动我们，也得给我个理由吧，否则我们王谢两家是不会饶恕你。要是这几日我们但凡出点什么闪失，你以为你一个小小的幕僚是能担当得起吗？谢公子啊，你就别在这里叫了，等回头我安排人在大牢里面好好关照关照你，到时候有你叫的。你放肆！林毅，你这么做
长公主知道吗？若是闹到长公主那里，可不是你3言2语就能糊弄的。哎，林毅，这个军事演习挺有意思的呀，尤其是他们王家人，一个比一个演得好，比那些戏班子强多了。不知道的还以为真的要抄家了呢。长公主，你知道啊？知道，怎么会不知道？说是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你们演得这么好呢？长公主，人各有志。虽然我们家没有站在你这边，但是我自认为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抄我家？你得给我个说法。我去，还得是你王族长演得好，浑然天成，连我都差点要被你们骗过去了。来，看看长公主，这就是老戏骨啊！什么是顶级影星？这就是各位，这王族长啊是还没出戏呢，直接把他关进大牢，让他清醒清醒。咱们演戏就得演全套啊！你们，哎，要我说啊，今天还真是运气好，没想到在王家还能堵到你们2个，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们趁我们在王家向我们下手，你们得意的太早。我们谢家迟早会找你算总账的。哦，找我算账？其实我今天带来2000人进皇都，但是只有1000人跟我来了王家。你猜剩下的1000人在哪儿？你不会？不错，在你家。我把你家也偷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混蛋！我杀了你！你小子，你等着，让我弟将你碎尸万段！带走。当当啷个啷个啷个哩个啷哩个啷。这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很顺利，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哦，哎，这话说回来，这从来没上过战场，为什么对这个战术是如此精通啊？穿越火线学的，发音后，那都是以前年轻的事了。对了，下一个东方月是叫这个名字吧？哦，对，吏部尚书又是这个文坛领袖，他呀可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啊！怎么，人手比王家还多？一个家族在皇都居然能有上千号人手，要是时机成熟，没准儿谋权篡位都……这倒没有，但是这个东方月在大楚文坛之中是举足轻重，他一旦被抓呀，我估计你会被整个大楚的文人口诛笔伐。这有的时候啊，比纸比利刃更加危险。骂我？那我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反正黄河的水患很严重，过去再多人也不多。再说了，条件越艰苦，他们越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我把他们都送去黄河挖河道了，还能帮他们写出传世之作呢。你？罢了。来吧，小宝贝儿，我今天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你这个坏样，来吧！大人啊，你看看他们！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擅闯我的府邸？大人，你都成蔫儿打的茄子了，还放不下女色的？你说你除了弄人家一身口水之外，还能干嘛？你他妈想死啊！敢羞辱我，弄死你！林毅啊，人家老尚书德高望重的，你这么不尊重人，哪个男人听了受得了啊？行了，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赶紧走，我还赶时间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5毒市值。等等，不用走了，真正灭门终谬伯府的凶手
已经落网了。博阳走了？什么意思？在朝王县两家的时候没有提示音，剩下的崔家和蒋家还没有找，所以明显也不是凶手。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东方家。老茄子，总算让我给你逮着了。说，你为什么把我抓来，跟一具尸体关在一起？这东西臭死了！你还是人吗？没认出来吗？东方大人，此人就是钟谬伯的嫡孙子陈明啊。前天死在了我的牢房里，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清理出去呢。这不，您又住进来了。再怎么样，他也算你的舍友了吧？你嫌弃他干什么？你什么意思？行了，你我都是聪明人，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钟谬伯府的案子，是不是你做的？案子？什么案子？钟谬伯府全家几百口人，一时间死得干干净净。说实话，东方大人，我不相信这么大的手笔能跟普通人扯上关系。你不会是怀疑老夫干的吧？我乃一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我连个府兵都没有，我怎么杀他一家几百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林毅呢，恶名在外，你这点小把戏就少在我面前显摆。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我还可以保证你少受点皮肉之苦。这位林大人，你该不会是仅怀疑老夫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了吧？没错，我把你抓进来就是想知道钟谬伯府的案子是不是你做的。还有，你们是不是打算接下来也对长公主下手？简直是无稽之谈！一没证据，二没公文，凭什么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了？难道仅仅因为你一个猜测？有本事你把这件事公布于众，让世人评评理，看看谁能站在你这边。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说还是不说？我说什么？老夫一生清白，从不参与党争乱政，更不会杀人灭口。你问的所有的一切，我全然不知。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巴掌打的是你不知好歹，死到临头了还知情不报，你活该挨打。我告诉你，即便老夫跟此事有关，你也无权对我滥用私刑。大理寺为何不抓我？陛下的抓捕令呢？啊！你私自把我抓到这儿来，滥用私刑，你是大楚的法律何在？公理又何在？还敢跟我讲法律？我看你是挨打没挨够啊！好，好，老夫承认钟谬伯一家是我杀的，但是你要问同党，那你是痴心妄想。君子生于天地间，岂能以淫威而出卖他人？来人！还不说是吧？行，我叫人轮流进来掌掴你，咱们慢慢玩。等等，我说还不行吗？我的同党是户部侍郎郭有同，还有他那总管刘公公。我们之所以杀了钟谬伯，也是因为我们跟钟谬伯一起策划要刺杀长公主。啊，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你们把钟谬伯的儿子抓进了公主府，我们害怕事情败露，就提前下手了。李大人，我可全都说了，
饶我这一命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死在这儿啊！林大人呐！郭有同，刘公公，是。哎，林大人，林大人，你别走啊！你最起码你把这个尸体给我弄出去！林爹，林爷爷，林祖宗啊！公主，你回来了，怎么样？戏演的还顺利吗？这林先生拿我当孩子哄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公主，你都已经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抄家就是抄家，他还整出了一个什么演习的名头来。这个林毅啊，还当真有意思。可是你既然早就知道了，这林先生就是打着公主府的旗号在做事，你为何不阻止他？阻止？我没有想过。世人皆知林先生是公主府的幕僚，他在外行事，大家最终也会将责任推到你的身上。你难道就没有一次不满吗？小洛，你知道吗？自从我父王母后走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真心为我做过事。公主，我的弟弟想要皇位，我的夫君视我为无物，就连我的臣子，也是因为顾及我父王母后的情分上，才追随于我。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心慈手软，做不了真正的掌权者，只有他真心的为我做事，我相信他不会害我。还有什么？剩下的话，我想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再亲口跟他说。这个郭有同是渭南军将领郭准的儿子，至于刘公公，则是皇宫里的人，估计和龙翼上的那位脱不了干系。你是说他们两个要和东方月一起准备刺杀长公主？这属实有点……不止他们两个，还有钟缪伯。只不过钟缪伯的儿子被我们误打误撞抓了进来，他们以为事情败露了，于是便杀了钟缪伯满门。换句话说，他们意外内讧。可在我印象里，这个渭南军是长公主手底下的军队，这郭准又是先帝留给长公主的支持者，这公主和皇帝之间的针锋相对，他们也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儿子要刺杀长公主，这就不得而知了。原书中并没有提到此次刺杀事件，甚至这个时候苏荷都应该已经因为和洪瑶的私情而失了势。公主府被查抄，那些支持苏荷的将领们也都纷纷另寻新主。从现在开始，日后发生的一切就都不是我能够预料的了。看来眼下只能找到这个郭幽童，好好的审问他一番，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吐出什么秘密来。不错，不过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郭幽童身份特殊，我们之所以现在能够这么嚣张跋扈，靠的就是这些将领。一旦和他们产生嫌隙，对我们十分不利。我明白，看来只能使出怀柔这个法子了。有了，看我的！哎呦，郭公子，这一批可是我们楚云楼最后一批姑娘了。前面你看了那么多批都不满意，这次要是再不满意，那我可真就没办法了呀。行了，让你上你就上，废什么话？消消气。不是，咱俩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而且还穿成这样？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看好了你。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研究他，咱俩有必要穿成这样吗？你没听见郭有同说要选姑娘啊？咱们男扮女装，一并送进去。
这可是大好时机啊！林毅，我警告你，最好别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了，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哎，走。不是，这什么东西啊？大人，我们虽然是任人挑选的舞女，但也不能让你这样羞辱我。不是，你们，姑娘，你这奶水是不是太足了点？哎呀，这是他的胸大肌，你懂不懂欣赏？我去，真是人妖！咱们楼的服务还真是周到啊！你不懂，他们有钱人就喜欢这样的。够了！你们俩留下，其他人出去吧。我懂，我懂，你们就先慢慢玩，我就不打扰了。说说吧，你们两个想要干什么？哎，大人，你怎么这么想我们呀？我们当然没想干什么了。不过大人的眼光还真是特别，居然能挑中我们兄弟。我们姐妹两个，来，敬大爷一杯，尝尝。哎呀，都怪我笨手笨脚的，实在不好意思，快给大人再倒一杯。都是奴家的错，我给您捶捶肩。大人，您喝茶。美人，你这茶是不是太稠了点？哎呀，大人，这只是茶垢而已，莫非大人不相信奴家？哎，罢了罢了，今日无甚兴趣。喝完这杯就到这儿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回头赏钱找老鸨要去。30两银子，好说好说。2人份的，少不了。1死了？没死，迷药迷晕了而已。行了，事不宜迟，赶紧在他身上搜下，看能够搜到什么证据。实在不行，把他家的钥匙摸出来，咱们直接去他家搜一下。有道理。上。等等，不对呀。这里是哪儿？怎么回事？我究竟喝了多少？怎么能到断片这个地步？你没喝酒，不过你喝的可比酒厉害多了。你吃了一整包迷药，这剂量都够迷翻一头野猪了。你是谁？行了，相比于关心我，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绑我？你知道我是谁吗？都到这个份上了，世子的嘴还是这么硬。哦，不对，不应该叫你郭世子，应该叫你郭小姐，对吧？混蛋！你什么意思？你趁我不清醒的时候做了什么？什么意思？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我猜郭准的第一个孩子不是儿子，而是女儿。你作为长女，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做个千金小姐，
但是郭准需要继承人，所以你就被迫以男孩的身份生存在这个世上。不知道郭小姐，我猜的对吗？你不必跟我说这么多，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应该不是为了跟我叙旧吧？很好，跟聪明人沟通就是方便。既然如此，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刺杀长公主。刺杀？你在胡说什么啊？简直是无中生有。还装？东方月都把你供出来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长公主是我父亲追随之人，刺杀她，我是脑子出问题了，跟我父亲公然叫板。你少装蒜。那谁是不是知道你们父女已经背叛长公主了？你今天要是再不跟我说实话，就别怪我不仁不义。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一个女人，模样还不错。我呢，是一个男的，血气方刚。你说我要干什么？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谁能阻止我？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现在就把你杀了，然后昭告天下，大名鼎鼎的郭世子其实是一个女神。不说还不行吗？行了，行了吧，接下来就看他能招出多少。既然我来了，那你就别想耍什么花招了。你到底有没有参与刺杀长公主的计划？从实招来。我父亲魏南侯自先皇驾崩之后，只忠心于长公主。我作为他唯一的子嗣，又怎么可能陷害于长公主？这一点都不符合常理，你们难道也不想想吗？我也觉得不符合常理啊，可现在事实就是这样。东方月已经把你出卖了，倘若你们二人若是真的不认识的话，我着实是不相信。东方月，吏部尚书东方月，不错，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更不可能和他谋划什么，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什么？你根本没有见过他？不行，口说无凭，这样问不出什么来。带他去见东方月，当面对质。是。怪了，今天怎么没有狱卒巡逻啊？不对啊，我还特意安排了兄弟们在这把守，按理说他们应该都在啊。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味道，就好像血腥味儿？啊，不好！都死了，看来晚了一步。这杀手应该是2个人，他们应该是从侧面牢房天窗里跳了进来。他们为了方便行动，人手一把短刃。看着地上杂乱无章的脚印，还有一些血迹，应该是杀手们慌乱的表现。而且这个杀手极其残忍，基本上都是一击毙命，而且狱卒伤及的都是要害。杀了东方月之后就原路逃了，现在又陷入僵局了。是啊，东方月死了，看来他们2个不是共犯。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调查宫里面那位刘公公？其实不用那么麻烦，既然东方月已经死了，他又是钟谬伯府案的凶手，这个案子已经可以结案了。咱们就说东方月跟钟谬伯家有私仇，于是就下毒杀了他全家。现在已经认罪伏诛，天下大白，朗朗乾坤。可你我都知道的是，这个案子的关键并不是钟谬伯府被灭门，而是说有人要刺杀长公主。如果此案件不调查清楚的话，恐怕长公主会有性命之忧啊。检测到宿主已有毒剂，奖励线索提示1次。您的下一个目标出现在皇宫。不要慌，山人自有妙计。我呸！公主府这姓林的，怎么居然如此胆大妄为，直接带兵进皇都？他是要造反吗？就是啊，王谢两家底蕴深厚，
就是改朝换代，也没有人敢动其分毫，居然被这个姓林的一窝端了。还有，东方大人正要跟小妾圆房，这姓林的居然带了一帮人闯进他的屋里，不仅将他羞辱一番，还把他丢进大牢，使其死得不明不白。王法何在？公道何在？行了，林毅不过是一个没有品级的幕僚，他所做的这些事都是在为我皇姐服务。不错，陛下不提，我倒还忘了。可在这姓林的出现之前，长公主可是出了名的与人为善。臣不相信此等阴险毒辣的计谋会是长公主主意，一定是那姓林的蛊惑了长公主，一定是那姓林的。看来我这个五品级的幕僚倒是让诸位官爷如此惦念，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是，哎呀，小声点，你忘了前几日那几个人的下场？你还敢当着他的面诋毁他，真是活够了吗？陛下，今日草民与公主殿下在路上耽搁了，上朝时间晚，望陛下切莫见怪。你就是林幕僚，真是太客气了。你是我皇姐身边的红人了，朕怎么好意思再怪罪你们二人呢？皇姐为何不说话？而且，为什么坐着如此特殊的椅子？是行动不方便吗？啊，陛下恕罪，公主殿下前些日子摔断了腿，没办法正常行走。唉，那可真是令人太伤心了。朕这段时间公务繁忙，等忙完手里的工作，一定去好好探望皇姐一番。只不过皇姐一直久居公主府，今日怎么有时间过来上朝啊？回陛下的话，公主殿下这些天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明明自己有那么多武将功臣的支持，却一天只想着吃喝玩乐，太不应该。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就来上朝了。哼，有责任心是好事，好事啊！还在这儿乐，整本书最坏的就是你。啊，哎，诸位大人，你们刚刚不是在上朝吗？刚刚在聊什么呀？继续说呀。奇怪，都是来进言纳谏的，为何现在都一言不发？这位林幕僚，我们刚刚是在弹劾你，如何？哦，原来是在弹劾我呀。不错，身为幕僚，你居然如此胆大妄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查抄王谢二将，你该死！不错，东风月德高望重，你居然使其在牢狱之中冤死。今天这件事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骂完了，骂完了，骂完了。哎，好，诸位大人的劝告，林某谨记在心。不过林某今日前来，可不是为了跟诸位大人吵架的。陛下，东方月意外身亡，那吏部尚书的位置就空了出来。草民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愿担此大任。林幕僚，朕相信你有能力担任吏部尚书的职位，只不过你是公主府的幕僚，没有品级，甚至算不上官员，一下子让你担任2品以上的大官，这件事恐怕与常理不符啊。不错，这礼法便是礼法，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不可改。你小小的一个幕僚，居然妄想直接登堂入室成为官员，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做梦！不错，林幕僚说到底是一个不错的谋士，只不过统领整个吏部6部之首，有掌管百官升迁之责。这还是认为啊，林幕僚，你应该先从基层开始做起。您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的简历，上面详细记录了一些我的个人信息。您看完之后就能了解到我为什么适合这个岗位了。那朕今日若不封你为吏部尚书呢？那简单，既然陛下满足不了我的要求，那我自然可以找其他人来满足我的要求。陛下，你说我说的对吗？连幕僚有如此能力，怎么单单只封一个吏部尚书呢？来，分中正侯，赐万户侯。谢陛下。恭喜宿主已完成毒誓任务，接下来请前往刑部，那里能有帮助公主的关键线索。林毅啊，林毅，我真的搞不明白你。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假扮公主上朝？你到底什么意思啊？现在朝中可不止一双眼睛盯着长公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容许她出现一点问题，更何况我是真的担心她。行，这么做确实能解决公主的一时之忧，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啊。不过这话说回来，你非要跟这个小皇帝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讨一个没什么用的职位和爵位，以你的性子，不是一刀解决了就行了？不，他可不能死，他可是一块上好的磨刀石。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长公主这个人最大的本类是什么？好像是太善良了。没错，就是太善良。如果说平常为了委曲求全，公主当然可以不当皇帝，保住自己的体面，但是现在堵住她的退路，让她所有在意的东西全都失去，你说她会不会在失去中成长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帝？所以你是让苏正直接对长公主动手？答对了。不过在她成为这个磨刀石之前，还得推她一把。难道你要……不错不错，看来都是可塑之才啊。我再看看，那么从长计议吧。大家都辛苦了啊。我是你们新来的尚书，各位要不要做个自我介绍啊？我靠，你们一个个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这位吏部尚书大人，叫我尚书就行。啊，好的好的，尚书大人，我想跟您说，您进错衙门了，这儿是刑部。我操，真的假的？坏了，真走错地方了。林尚书，您怎么回来了？东西忘了？我刚才在你们门口的地图上看到，那个吏部府衙和刑部府衙隔着大半个皇城呢，来回折腾也费劲，大好时光不可浪费，所以我寻思着今天就不当吏部尚书了，在你们这儿先当一天刑部尚书再说，灵活做官嘛。你们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官位也能灵活，您这怎么？你们不欢迎我？是谁灵活做官，把我给灵活没了的？坏了坏了，这姓林的把赵尚书得罪了，今天啊，他死定了。那也没办法，毕竟赵尚书声名在外，是有名的铁面判官。依我看呢，他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是啊，姓林的，甭管你在外面有多嚣张，在我刑部都不好使。我劝你识相着，早点滚出去。
我也不跟你多计较。我说，你是哪里的土豆成精了？不滚回你的地里去，在这装什么逼呀？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你给我滚远一点！今天我做刑部尚书，听清楚了吗？你找死！赵大人，你儿子最近可是可爱的很啊！你什么意思？我想现在公主府的大军应该已经在陪他玩了吧？你今天要是老实点儿，我顶多算你个办事不力。你要是不老实，非要闹个家破人亡，那我也无所谓。你说是吧，赵大人？嘿嘿哈！您看这事闹的，林大人不就是想来体验体验吗？是。来，今儿就算我欠林大人一个人情，你想办什么公务，我都一一给您介绍。这就对了嘛。走吧，周大人，今天我好好逛逛。好，您请。这系统提示让我来刑部，说有帮公主的线索，怎么半天了连根毛都没见着？大人，这李子，你们刑部架子上拿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这2个李子还行，味道不错，就是少了点。这李子是物证啊，是个物证怎么了？少2个李子你就查不明白案子啊？这李子对案件倒是没什么影响，但似乎对您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件连环凶杀案的物证，是凶手遗留下来的。那个凶手是个用毒高手啊，他就是靠着出色的用毒技术，才杀死了那些单独外出的少女啊。不是，这2个李子不会有毒吧？那倒是没毒。不过就是在猪尿泡里浸了一晚上。那个凶手有个变态的爱好啊，他发现李子跟人的心脏长得非常像，所以在杀完人之后，就把人的心脏换成了这个李子。为了保证这个李子的光泽，还会提前一晚在猪尿泡里浸，这样它会更加透亮。恭喜宿主已经解锁毒师下一阶段任务，请尽快破案。该案将成为长公主名扬天下的关键一环，请务必小心谨慎。大人，混账！那个犯人呢？把他给我接过来！我把他皮给我扒了，我就不信你！消消气，要不您先回府衙歇一会儿，再漱口。这个犯人暂时不在我们这儿，换句话说，我们还没缉拿归案。我要你们一群饭桶有什么用？卷宗呢？给我拿过来，我要看。是，大人请上座，把卷宗拿上来。好了，都下去吧。是。说吧，我倒是要看看这案子到底有多悬。是，大人。这个案子发生在今年的春天，有人报官称啊，在黄都的某条巷子里发现了死状凄惨的少女，她是被活活勒死的，而且是她身体的某些特殊部位被塞入了李子之类的水果。李子？莫非这东西有什么说法吗？你继续说。是，随着越来越多人报案呐，综合各地的诉状来看，黄都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死状相似的少女。经调查，她们都是黄都平民百姓家的姑娘，而且清一色都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所以基本可以笃定，
杀死这些姑娘的凶手啊，是同一个人。继续说。这一开始啊，是大理寺接手这个案子。您在公主府任职多年，想必也清楚我朝律法。这按道理说，大理寺交过来的初审卷宗，这内容啊，应该记录得十分详细，而且也会一并把他们抓捕到的嫌疑犯一起交给我们才是。可这个案子，怎么，有什么问题？这个案子不但没有交给我们任何嫌犯，连卷宗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记载的很多内容都有疏忽遗漏，而且初审的最后结论只有凶犯以伏诛结案这几个字。不对呀，即使大理寺在缉拿凶犯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不得不当场诛杀凶犯，但事后仍然会调查清楚凶犯的身份背景，然后写一份详细无比的卷宗，包括凶犯的家世、背景、身份，还有作案的动机跟作案手法，这些卷宗里面都没有。是，此案疑点重重，我也想过重新调查，可我刚刚开始就被紧急叫停了。是一个我们谁都无法得罪的人叫停的，所以此案到现在也就不了了之。大人，如果你决意想跟进此案的话，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赵大人，你有所顾忌，我能理解。但你把那个叫停你查案人的名字告诉我，敢叫我吃这种栗子的人，我一定会跟他好好玩玩。这叫停我的人呐，来自皇宫。你说的这个人，该不会是陛下吧？不，哎呀，林大人，这个案子我们刚开始调查就被紧急叫停了。我们这的证据都是大理寺阉割过的，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呀。那你的意思是，大理寺那边应该知道答案？大人明智，小的人微言轻，很多事情啊不知道，也不敢知道。大人如果想知道更多答案的话，还请亲自去查。行了，你这个老狐狸，既然不肯说，我也不逼你。我现在就去大理寺查个清楚。大人慢走。林少卿，门外有人点名说要找您，他们说是您的好哥们儿。哎呀，不见，什么朋友啊？我这还有这么多卷宗没有处理呢，哪儿来的时间见朋友？林少卿，他们说找您不是请求，是通知。不是，这么没礼貌吗？说了不见就是不见，他们听不懂人话。李少卿，别来无恙啊！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哪儿来的什么人没礼貌来着？哎呦，林大人，您刚才听错了，我说的是哪儿来的好汉，如此豪爽啊！行了，别在这跟我废话。李少卿，你先跪下，哥求你点事。哥，你这么求人不太合适吧？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嘿，您瞧我这话说的，这不是为难您吗？林大人，你有什么话直接告诉我，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少卿，今年春天那个连环虐杀少女案，这儿有没有相关的剧组？您说的是那个往死者尸体里塞水果的那个？没错。你们大理寺是不是查到什么？凶手是谁？什么背景？告诉我。这，来，林大人呐，
这件事情不是不能告诉您，只是这事关我们大理寺的秘密。我要是白白告诉您了，这也有损我们大理寺的颜面，不是？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官场的，我们泄露出去对大家都不好。哎，行了，别在这跟我弯弯绕绕，说吧，有多少钱？1000两。行，我这一袋金子刚好有1000多两，都给你吧。哇，这么大一块金子啊！现在可以说了吧？哎，能说。是那个礼部尚书贺家的儿子。嘿，是他？你刚才说那个贺家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林大人，这礼部尚书贺天举，你有印象吗？记得，为官35载，也算是2朝老臣了。哎，记得，那咱就好说了。就在您被陛下任命为吏部尚书的那天，这贺尚书啊，因为什么礼法不符的理由反对这件事。至于其他的，还请您自行翻阅。贺范臣平日里不学无术，喜好赌博嫖娼，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又是贺天举最小的儿子。贺天举老来得子，对这个儿子也是极尽宠爱，但贺范臣杀人也只是一时兴起，自然也做不好什么善后工作，遗留下来的证据也都纷纷指向他。这卷宗记录得十分详实，不论是杀人动机，还是凶手背景，亦或者是证据举证，都做得很扎实。那为什么没有将凶手缉拿归案？哎呀，是按理说，拿着这个卷宗，我们就可以把贺范臣缉拿归案。即使他是礼部尚书之子，但毕竟他做的这个事儿天理难容，数十名妙龄少女惨死在他手中，而且其中不乏一些中低官员的千金，这几乎算是犯了众怒。那最后是谁保下了他？这支支吾吾的，快说！陛下当时正在充实自己的党羽，想要跟长公主叫板，而贺尚书又是恰巧处于他们那个中间地带，既不是长公主的党羽，也暂时不是陛下的党羽。这长公主还对这件事儿根本不可能站在她那边，这剩下的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吧？看来我猜测的果然没错。行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该办正事了。哎，林大人，这卷宗您没带呀？没有证据怎么抓人呢？不用，老子抓人什么时候需要证据？切！我操，这就是礼部尚书的府邸吗？这他妈得多少公顷啊？怎么看上去这么大？请问你们找谁？你好，请问贺天举贺尚书在家吗？我们家老爷刚从府衙回来，现在正在休息呢。啊，那太好了，请您帮我跟他带句话，就说吏部尚书林毅求见，想问他借点东西。啊，原来您和我们家大人是同僚啊！还请二位到前堂等候，我这就向我们家大人禀报。不用不用，我们呢就在这儿等着就行。不是，你说有要事我才来了，怎么搞了半天到人家里来了？等一会儿我就请你看场好戏。林少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里面请，里面请！哎，贺大人，客套的话就免了，
我们呢只是路过，顺便呢想问您借点东西。哈哈，林大人，这话就见外了。你我同朝为官，什么借不借的？大人尽管说，我一定照办啊！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哎，兄弟们，动手！干嘛呢？走走，快点走！你疯了吧？这里是我的家！贺大人，刚才可是您亲口答应我的啊！怎么这么快就翻脸不认账了？那你的承诺也太不值钱了吧？哎，喝。喝什么喝？哎，你，府里的人都在，都清点过了，没有人逃掉。好，直接拉去黄河挖河道。要我说呀，这黄河水患凶猛，却又是我大楚境内的第一长河，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举啊！你畜生！大人，贺范臣还没找到他。说说吧，你儿子呢？我告诉你，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不会再让他造里动手了，你想都别想。哎呀，好啊，多么感天动地的父爱啊！既然如此，那就父代子过。来人，把贺大人和他的贴身下人拉下去，成立。大人饶命啊！今日贺范臣现在也在赌场逍遥，还请大人明鉴啊！妈的，你背叛我！既然大人的嘴这么硬，那就去牢里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才愿意跟本大人说点知心话。拉下去。哎，来，大，我就压这个，来，压到，哎，大，我压大，大，绝对大，我这才小，哎呀，看，再来，你是谁？都别动！你们里面哪个叫贺范臣呢？口风挺紧啊，很好。不过我这个人，宁可错杀3000，也绝不放过一个。给我搜！是。走开！走！干嘛呀你们？就他妈你叫贺范臣啊？哎，你们是谁呀？为什么抓我？告诉我，我是贺家的公子，要是还想留去权势，赶紧把我放！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贺家已经刚刚被我带人抄了，你要是现在回去，说不定还能见到他们全尸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家抄了？那我爹呢？我娘呢？我家那几百口人呢？哎，小兄弟，别紧张。像我这种仁德宽厚之人，怎么会把你家人怎么样呢？你就放心吧。要不这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只要你答对了，我就放你走。什么问题？说4条腿儿不会动的东西是什么？这4条腿，
桌子，错了，是你娘。你混蛋！你娘帮你隐瞒了那么多的杀人事实，也算是从犯。我判他个死刑，不过分吧？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了！怎么还生气了？你爹呀！哎，喂！儿子，你醒了？爹，你还活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你是什么心理素质啊？我话都没说完就晕过去了。你是林黛玉啊？我呸！你不认礼法，私自行刑。我告诉你，你这样的行径，是为世人不耻，是为天下不容。我要是你啊，我就少骂两句，先想办法替自己打赢这场官司吧。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啊？大楚国的子民们，大家好，这里是大楚中央法庭的审判现场，我是今天的法官长公主苏荷。他到底犯什么事了呀？这就是长公主看看怎么处理他。好是什么？公主苏荷都亲自到场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贺大人，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不过呢，今天的询问可是全公开的，整条锦绣街的百姓都能看到。只要你们说的话合情合理，得到民众的认可，没准真能脱罪。真的？我也没理由骗你们。要是真想动手，又何必搞这么一出？不对，你为什么好心提醒我们？你不可能这么好心。我当然有这么好心啊。贺大人，我没有理由非要取你们俩的姓，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做个证。陛下这几年一直在帮一些大臣徇私枉法，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哎，瞧瞧，我帮了你们多大一个忙，控诉内容我都帮你们拟好了。哎，你们只需要按个手印的事儿，怎么样？方便吧？所以你考我们，就是为了找陛下的私德有亏，想让我们反咬陛下一口。哎，这只是一部分。我最近查到礼部的账本和流动的银两实在是对不起来，每年都有大量的银两在礼部的账户上莫名其妙的消失，但是朝廷又确确实实的拨给你们了。跟我实话实说，是不是你们贪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行了，别装了。你们现在不说，日后也会被我查出来，何必多此一举，再得罪我呢？现在只要按我说的去做，我不仅不会加害你们，反而还会帮你们脱罪。这笔买卖再合适不过了。爹，你不能同意啊！万一这小子兔死狗烹，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了。如果你们现在不信我，那就是必死无疑。你怎么样？愿不愿跟我赌一把？阴沟里翻船。这样，你过来。贺大人，果然是聪明啊！现在可以帮我们了吧？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贺天雪认罪。爹，各位，我是李定，也就是大理寺的少卿。由于被贺范臣所害的少女
都已经身死，他们的家人都群情激愤，于是由我来代表受害者的家属向他们发起控告。开始吧。其罪一，贺家长子贺范臣从今年3月至今，多次在皇城内的大街小巷里尾随少女，并将其杀害，手段极其残忍，挖其心脏换成李子，简直禽兽不如。对呀，哪有这样的？禽兽不如，必须得杀！禽兽畜生，该杀！该杀！贺家家主贺天举多次为其子脱罪，堂堂礼部尚书、礼部之首，本应该为百官做一个好的表率，结果屡屡滥用私权，颠倒黑白，任凭杀人者逍遥法外，这便是我提供的第2道罪证。说下去。因此，我建议立刻判处贺范臣、贺天举2人死刑，斩立决。说说吧，你有什么要帮他们辩解的？林大人，林大人，我方认为不应该判处贺天举和贺范臣的死刑。我建议诛他们的九族。诛九族！诛九族！诛九族！雷爷，你个王八蛋，你把我杀了，谁来去帮你治国陛下？你好好想想，你仔细好好想想。你还有把柄在我们手上，没了我们，看谁还能帮你办成这件事？哦，你不会真的以为能拿捏住我吧？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他们2人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你们真的想要这样一个官员，这样一个世家吗？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你们愿意天天为他们吆五喝六，搜刮民脂民膏，最后杀了你们的女儿，还转过头来告诉你们，我们是高贵的臣子，而你们拿我没办法吗？不愿意，不愿意，现在你们告诉我，他们该不该死？该死！该死！爹，我不想死啊，爹！雷爷，你可别忘了，我哥哥在。你傻呀？你不会真的以为我需要你的破手印吧？我找谁不能控诉？真当我怕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皇帝吗？那你什么意思？我说了，从一开始我就只想知道礼部贪污的事情，但如果我只问这一个，你这老狐狸肯定不会说，所以我又加问了一条。你再仔细看看，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堂魁，何首乌，白纸，什么意思？我就随手拿的一张破纸，用来吓唬你而已，没想到你这个傻叉还真信了。行，跟你们2个蠢货也没什么好说的。来人，醒醒！不要，爹！斩！我不想死啊，爹！雷爷，你个王八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行，借您吉言啊！哎呀，就这么1天的时间，你就能闯出这么大的祸，林毅啊林毅，我到底说你什么好？行了，上马车吧。今日的1日刑部尚书也结束了，再往后恐怕就是更棘手的事情了。每次都是这样，林毅先斩后奏，我都怕你回不来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担心我？要我说，心这么软可不行。你也不上外面打听打听，公主府现在的名声都成什么样了？林烨，其实这些天我一直在想，郭幽童这几天去哪儿了？她？你担心她做什么？不，林烨，你听我说，你好像有自己的秘密，就好像有人凭空在指点你什么，好像在告诉你该怎么做似的。越说越玄乎。在林先生拷问东方月的时候，当时你质问朱老与东方月一起合同谋杀我的人，那些人里有户部尚书郭幽童、大内总管刘公公，还有钟缪伯，对吧？不错。刘公公是陛下的人，代表的是陛下；东方月则是代表的儒家的大树。他们自然是不可能看着我一个女子独占专权，自然会参与到刺杀我的行动当中。但郭幽童和钟缪伯身份就比较特殊了，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手下，至于为什么要刺杀我，这就很不合理了。是，后来我们找到郭幽童，也就是郭晓，逼问此事，他却对此事完全不知道。此事本身就疑点重重，但最终却在东方月突遇刺杀之后不了了之，这不也能证明这是一桩悬案吗？不，我感到不解的是，林先生到现在都没有再去追查，因为自始至终，这一整件事都是你做的局。公主，继续说。在婴儿破腹取子的时候，当时那些下人和婴儿驸马沆瀣一气，所以林先生把他们送到黑市，买卖到了黄河。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即使我有大军在手，但说难听一点，这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上一口。但为什么林先生，你愿意站出来替我说话呢？哎，此言差矣。公主虽然人美心善，别人评价没有掌权之能，但并不代表你身边没有人才。我们都是希望公主好的。不错，秦碧就是有心为我辅助，只是因为身份的限制，总是畏手畏脚。但要我说，刺杀我的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埋伏，你认不认？公主殿下想栽赃我，凭这几句话是不行的。林先生，自打你来到了我的府上，我也跟着你学到了不少东西。在我看来，今天走错衙门之事，就是你计划中的其中一环吧。此话怎讲？你恰好走到了刑部，又恰好吃错了李子，又恰好顺藤摸瓜的查抄了陛下的一家党羽，又恰好是俘虏聚集地的礼部，这一切未免不会太巧了吗？所以您觉得？其实啊，我早就该猜到，你早就知道这些卷宗。在你去大理寺的时候，你在李定的房间打了他一顿，但你的目的不是打他，而是卷宗。现在想想，你应该当时那个时候翻到了贺范臣的卷宗，所以将计就计，布下了今天的计划。今天贺家之事以真相大白于世，陛下帮助党羽之事也大白于世，而你也根据了贺天举口中所说，获得了礼部的证据。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都是你设的局吗？公主府手握40万大军，恐怕完全有能力平推了王府，再杀掉那些所谓的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我干嘛要白费这么大力气？你想多了。不，恐怕是我想的太少了吧。你所设的这个局，并不是为了皇上，也不是为了东方月，也不是为了贺天举，而是为了天下人。秦碧，公主，你来说。是，按照目前这个形势来看，长公主若想顺理成章地成为女帝，除了手中的大权之外，还要克服其中一种，就是她坚韧不拔的性格。没错，自古以来，
没有女子登基称帝的先例，我若是登上王位，自然会引来天下人的非议，以及顽固不化之人的抨击。那也是做君王势必要面对的，与我无关。这正是我想明白之处。既然天下之人不认可所谓的女帝，可若是男子也做不好皇帝呢？在你设的这2个局下，屠戮忠谬伯府以及贺家所做之事，这些最终所有的账都会算到皇帝的身上。皇上本来就根基不稳，再加上做了一些糊涂之事，自然会受尽天下人非议。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相比之下，公主殿下本来就比当今陛下要好上不少。哦，对，这个账本是最近公主府与黄河之间来往的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公主府这几年有整整500万两白银是以公主府的名义支援了黄河水利。林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最近王谢2家被抄家，他们名下所有的农田都被充了官府，但名义上是被充了公，实际上是分给了一些佃农和流民，兴修水利、打土豪、分田地，这些可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而且这些在百姓眼里都是以公主府的名义去做的，最后肯定都会归结到公主的头上。是啊，这样百姓们才能愿意支持长公主殿下。所以你做的这个局不仅把他们全都修理，就连这个文坛领袖东方月，还有画传中的柳中平、徐墨，亦或是礼部尚书的那群老顽童，都被你收拾了。我相信长公主登基女帝之事，在你的带领之下，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长公主，你今天问了我这么多，到底想说什么？既然先生也是为了长公主做事，那我自然也愿意为先生卖力，在所不辞。林毅，你做了那么多事，我从来没有插过手，难道这些还不能够表白我对你的心意吗？恭喜宿主，帮助长公主获取威望，扫平登基路上的障碍，读士值+8，获得重要人物秦璧的信任，读士值+3，剧情发生改变，长公主对您一见钟情，请您尽快协助公主登基，已检测到读士值已超过25点，读士等级达到2级，请宿主及时领取奖励。主线任务更新，检测到驸马陈礼中会对长公主造成威胁，请及时阻止。任务奖励5读士值。林先生，回公主府，动作快！林毅，我的心意，必须给我个回答。公主殿下，若想我长长久久在你身边，那就先成为女帝吧，再来确认我的心意。林毅，我会好好想想的。滚神，混账！我可是驸马，你不过是苏河手下一条狗，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就凭你强行纳妾不成之后跟他们干的这些龌龊事，就关于死上10几次了。苏河给了你什么好处？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给他当狗？我告诉你，他若有事，我这些算计还有什么意义？你现在还是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吧，我有的是办法跟你玩。不，你要跟我上公堂，怎么着也得按照制度来办事吧？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斩立决还是凌迟，你自己选吧。不过呢，驸马爷，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跟你勾结的血研院以及公布的那些官员的名字都告诉我，以及你们私通的证据都拿给我，不然我可就自己去找了。不是，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行了，你有空跟着我，我就没空安排几个人跟着他。怎么，你当真以为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愿意放过公主，然后老老实实的在家洗手做汤羹？你别做梦了，这么出卖别人不太好吧？你不出卖他们，那你的脑袋可就……好，我这就把工部和血液那些名单全圈出来，其中也包含那些协助我把盐送下长江的。瞧瞧瞧瞧，我办过这么多人，第一个是这么识相的。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让你多活几天，没准我一高兴就不杀你了呢。来人，把他带下去。
不对劲儿啊！既然你安排了人手，为何不等到切实证据到手，反而现在就……来不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搜，还能找到他要暗害公主的物证呢。那，其实彻查雀研院和工部，让严相干就行了。你只要铲除掉公主府内部的毒瘤，你为什么非要让他全交代出来？只抓陈礼忠一个人，只能算是除掉了一个私盐贩子。但我如果把他们连根拔起，那就相当于我破获了一个犯罪团伙。这以后可都是我的政绩啊！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让我现在就拟禅让诏书？没错，自从何氏父子被审判之后，陛下就已经被陷入了绝境。如今的长公主是天下百姓的民心所向，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支持她。陛下一无兵权，二无民心，禅让给长公主，留下一条性命，这才是你最好的结局。依东方先生所言，只要我禅位给皇姐，我便可以留住一条性命。是，但也不好说。万一他不愿意，你可能前脚刚禅位，后脚就被那个林毅处死在某个地方。是啊，自从那个林毅横空出世之后，事情都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现在这种情况，比朕刚登基的时候还要复杂。东方先生，是不是我一直不退位，那个林毅就不敢杀我了？只要他想，陛下明天就可能暴毙在宫中。但是在长公主继位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比谁都要圆满。要我说，先生您说，他不可能让陛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直接暴毙。他不想让长公主继任大统这件事情上留下把柄，是让长公主以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登上皇位。所以这才是我们唯一的胜算。何以见得？林毅城府极深，手段狠辣，背后又靠着长公主这棵大树。但据我观察，这个林毅在这件事情上太过于追求完美，这才给了陛下喘息的机会。只要我们加以利用，反败为胜也不是不可能。好啊，有了东方先生的辅佐，朕何愁不能独揽大权，振兴我大楚啊！没错，我隐居避世这么多年，心想着天下没有人要用我出手。但是这个林毅有些意思，我辅佐陛下就是为了会会他。好，有了东方先生这句话，朕就放心了。不过林毅可不是那泛泛之辈啊。是啊，陛下，咱们现在该聊聊如何让长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前任务：一、帮助苏荷以合情合理的理由坐上皇位，奖励毒士值15；二、整顿大楚武林，接管武林盟，奖励毒士值10；三、改善大楚吏治，打破如今世家垄断、寒门无法晋升的现状，奖励毒士值10。看来让长公主当上皇帝的事情，也应该提上日程了。林先生，你怎么来了？殿下，我有些话想和你说，不知道你方不方便？殿下最近好像很喜欢红色，每天穿着红衣，已经足月有余。倒也不是说很喜欢，只是上个月刚和陈礼忠和离，他以前不喜欢我穿太鲜艳的衣服，所以我一直穿得很素净。只是上个月先生您说我适合穿红色，这样很好看，所以我就这样一直穿。对了，驸马上次来找公主和离，没对你做什么吧？倒是没有，他对我挺尊敬的，他还说先生你真是处处为我着想。不错，你是公主，陈礼忠是庶民，就算是和离，也得你给他写休书。
顺便昭告天下，穿着红衣服喜庆。毕竟也算是咱们脱离苦海，你说是不是？是，林先生说的都对。我当时跟他成亲的时候，就一直不是很满意。现在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没想到还有些空落落的。殿下，恕我直言，敢问殿下有没有想过自己手握大权？林先生，你怎么突然……殿下，据我所知，先王在生前可是把殿下作为唯一继承人来培养的，就算是最后的兵权，也是当着文武百官重臣的面，亲手交给殿下。如此一来，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林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家庭的和睦、减少争端更有用。人一旦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起了争执，到时候死的可不就是几十几百人那么简单了。既然殿下是这么想的，看来在下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了。林先生，你的意思是？天下人无不以辅佐明君为己任，但是当今陛下目光短浅，能力不足，我相信公主也是看得到的。但是公主却以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理由而放弃，那看来殿下也应该不需要我的辅佐了。先生，你……殿下，我们没有时间了。明天，如果您不能再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林某会自己离开。告辞。怎么样？丁双那边有消息了吗？林毅，你是神仙来的吧？那边果然有动作，正在暗自纠察部队呢。按照现在这个速度，不出明晚就会全部集合完毕。明晚，倒是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哎，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是立刻整顿部队，抢在他们前面下手，还是说主动出击？依我看，现在的优势在于我们可是一点亏都不能吃啊！不，现在还轮不到我们出手。公主还只是公主，只有等她想明白，成为一国之君、一国之主。不过她的时间也就仅能到明天为止了。李大人，这么早就来了，也不叫人通报一声，未免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啊？我是来杀你的。你自己？当然不是。公主府外现在已经隐藏了1000甲兵，他们马上就会破门而入。这1000甲兵哪儿来的？你还废什么话呀？当然是陛下亲赐的。说实话，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便将整个大楚的吏治、盐铁、军权牢牢地攥在了手中。但是现在，我也只能进来给你通报这个消息，他们不受我所控，其他的我帮不了。行了，就凭他们，杀不了我。杀了你！姓李的，保我这么相信你，你居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你今天还真就走不出这长公主府。李大人，是你要伤害林先生。别连战，现在情况尚不明确，先带我离开这里。是。必须先保证殿下的安全。明白。不要停！公主的安危才是首要任务，赶紧走！是。林先生，上官姑娘，太好了，你们竟然还活着，我和殿下都担心死了。我现在就进去通报。不，按照我说的做。没事的，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赢这次的战争。等林先生来了，我们到时候就……不必。
就算没有林先生，我相信以现在的殿下，依旧可以带领我们突破难关。好，秦碧，现在公主府是什么情况？敌我双方是什么状态？公主府目前已经被包围，敌人正是右丞相严正带领，数量不低于1000人，而且是全甲。但好在我们公主府足够大，林先生当初又留了一些身手不错的府卫，就算冲进来的士兵也没有办法完全占领全府。是啊，虽然如此，但并不乐观。我们现在的情况很被动，好在秦统领带了10几个全甲，武装了一些府卫，暂时守住了您的院子。但接下来如何行事，还得您拿个主意。那我明白了，我们现在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进行及时突围，因为我们现在毫无防备，而且府卫们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现在时间消耗的越久，对我们更不利。我们现在只剩着最后一点力量了，所以就更不能守在这个院子里了。公主的意思是，所有人进行分队，我要进行突围，在公主府里打巷战。我们了解公主府里的地形，再加上秦碧、上官，你们的身手不错，我们这里的高手数量也多，所以我们适合单方面的作战。所以我们把战场拉到公主府里的小院巷落里，对我们比较有利。可是公主，即便您站在队伍的最中间，也没办法保证您是完全安全的。放心，他们是不会杀我的，毕竟40万的大军，他们是认公主而不是认陛下的。倘若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你猜他们会不会反？所以我断定，不管是苏正还是李定，他们都不会冒着风险。您的意思是？看来这次兵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除掉我身边的林先生，然后进一步软禁我，夺了我的大权。以前的我软弱无能，直到林先生来到我身边之后，我也开始学着为自己做打算，不知不觉中竟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那林先生怎么办？我们打巷战，就是为了冲到林先生那边去解救他。我不能没有他，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他，我的心意还没有向他表明。如果大家没有任何异议，现在随我立刻出发。林烨做得不错，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我真的以为你遭遇了不测了。我刚刚可是听到了殿下所有的布局，你很厉害，越来越有魄力了。相比之下，我都有点自愧不如了。你就别言语我了。好了，殿下，你能不能先起来？我身上还有伤，刚才你这么一下，我实在有点遭不住。对不起啊。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既然公主做了决策，就按照她说的做，只不过可以取消去我院子的行程，我们直接发起突围，看能不能冲出公主府。是。好，那咱们就直接突围。我们可以往公主府的南门方向走，那边的道路窄，比较隐蔽，适合直接突围。可是公主，在公主府打巷战的确可行，难道我们真的要立刻突围吗？那冲出公主府，外面可是宽敞大路，咱们目前尚不知对方究竟有多少人，有没有后续增援。就这么贸然闯出，在大路上遇到后续增援，那咱们岂不是被一锅端了？那也总比待在府里被瓮中捉鳖来的强。我猜测此次应该是带了1000个甲兵，身负全装的甲兵，即使是像李定这样的功勋，带1000个也已经是反了天了。哪怕后面再有增援，这样的威胁也都比不过1000个甲兵来的大。不错，公主所言非虚，只要我们及时突围，找个地方龟缩起来，等到关相、郭准前来救援，就万事大吉了。是，听公主令，准备突围，准备突围。我来冲锋，我来殿后。
不要！接受牺牲也是你的必修课之一。只要跟家国挂上别的东西，就会有牺牲。你要做的就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可是没有可是，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牺牲。记住，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你不能登临大同，令万民归服，那么他们在九泉之下，又或许就无法瞑目了。开门吧，林先生。现在外面有多少敌人可是未知的，开了门就要发起最后的冲锋了。我知道，但门外的敌人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因为我们关个门开个门就变少。我们的突围还是越早进行越好。开门！好。陛下，您喝点酒吧。陛下，您这是何意？你怎么老喝你那个梨花酿？来，喝喝我这个。陛下，您喝这个东西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么粗糙，简直不堪入目啊！这个的确是皇都脚夫经常喝的酒，他们常常劳累了一天过后，找个小馆喝上1杯，1碗2碗，1坛酒1两。陛下，你竟然会和脚夫一样的酒？皇上，别人当你是皇上的时候，你才是皇上；别人不把你当皇上的时候，你连皇城里的脚夫都比不上。他们虽然干的活脏了点，累了点，但是只要在这个长安皇都里，就不用担心自己明天是否会死。但是我会。陛下，这是为何？我梦见苏荷他要杀我，他拿着利剑，我想逃，我却逃不掉，我想呼救，可门口的那些大臣们，他们一直在冲着我笑，他还在旁边鼓励公主，说杀了他，公主殿下，杀了他，你就是新的皇帝了。陛下，您多心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我也是先帝的孩子，我还是那个长子，凭什么他们都只支持他，不支持我呢？难道就因为他的母亲是先后吗？陛下，您放心吧，过了今天，整个大楚都完完全全是您的天下。整个公主府，我们会连根拔起，分散的权力全部收回，直到您独揽大权的那一天。走着瞧吧，苏荷，看看明天到底谁说了算。陛下，李定求见。快快请他进来。宣李定进殿。陛下，咱俩一步太极殿，今日可要好好叙叙旧。哎，陛下，如今皇城内情况风起云涌，咱们大家都没有那个闲情叙旧，想必陛下也是心知肚明吧？好，就按你的意思，咱们有话就直说了。昨天我们两个商讨过后，严丞相和我说，你首先第一步是潜入林毅那小崽子的院中，把他的项上人头给取下来，然后带回来见我。这件事你完成了吗？没做到，他身边有一个武力值极高的女人。我也听说了，林毅身边有一个女子，叫做上官洛。这个女人恐怖如斯啊，曾经3拳打败了3个做派宗师。这件事你没有做成，不怪你。让他跑了就跑了吧，一个狐假虎威的毒士，他掀不起什么风浪，随他去吧。经过这一遭，他会日夜担心着搜捕他，
过不上什么好日子。那让你的1000孤甲兵包围公主府这件事，你完成了吗？这个也没做到，他们的人手早有打算，可以说仿佛我们之中就有他们的人。基本上每一条路都来了援军，想要强行截杀长公主，这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您还说把宫外将士的那个兵符搞到手，暂时控制皇都的布局，这件事总该做到了吧？这个当然做到了，陛下，你也太小瞧我了。可以说现在整个皇城严防死守，连一只苍蝇都进不来。如此看来，这样我就放心多了。陛下，您或许弄错了一件事儿，我跟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伙的，这布防啊，布的也就不一定是您的防。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皇帝，皇姐，你竟敢带兵擅闯皇宫，是要谋反吗？陛下此言差矣，公主此行非为造反，乃是清君侧，正视听。这是天子！天子？哼！好皇帝，我拿你当天子，你何时把我当过姐姐？还不是因为你迟迟不肯交出兵权，让我这个皇位也坐不安稳。你呸！天子，天子便可纵容周缪伯府满门被屠而置之不理，天子便可包庇虐杀数十少女的贺范臣，天子便可为一己私利派兵围攻公主府，欲置亲姐于死地。这是在不经谋划。公主殿下，这是贺天举临死前认下的罪行，其中详细记录了苏正是如何授予他压下棋子罪行，还有礼部历年的贪墨是如何用以充盈司库账目，还有东方月在临死前也曾供出刘公公和钟缪伯合谋，意图刺杀于你。听见了吗，皇帝？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这全是假的，是苏和，是李烨，他们两个在诬陷朕。朕是天子，如不得别人质疑，禁军呢？禁军何在？将这些乱臣贼子给朕拿下！云公主，林先生，皇城内外余孽已被肃清，负隅顽抗者，均已就地正法。是你们逼我的，去死吧！公主小心！苏和，你敢杀君夺位，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给我把他压下去，听候发落。是。至于东方先生，死灵师，走。总算结束了。请新帝祭天。总算走到今天了。是啊，林夏，要不是你为长公主精心谋划，恐怕我等有生之年也再难等今天这个场面。林毅，我告诉你，可千万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若是你跟公主大婚之后还不提跟我在一起的话，著书立传这活就爱谁干谁干。哎呀，祖宗，这个时候就别为难我了，快，观礼，时辰到了。恳请上天护佑大楚，福泽万民。恳请上天护佑大楚，福泽万民。林烨，如果没有你，我走不到现在。是殿下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变得越来越勇敢，甚至一往无前。那你呢？上次我问你的那个问题，
你还没有回复我，你愿意一直留在我身边吗？我发誓，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一生一世，一双人。